2月11日，在摩洛哥第6天，今天去撒哈拉。撒哈拉大沙漠位于非洲北部，2000公里从南到北，5000公里横贯东西，9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非洲大陆的1/3。撒哈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。今天我们要一路赶到有大漠之门之称的小城伊尔福德，然后再到大漠中的梅尔祖卡。7点半，比原定时间晚1刻钟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出发了。听说随团旅游最怕的就是个别人打乱全团的计划。我们是个30人的大团，这次15分钟的等人是唯一的一次，就这点，我们这个团应该是非常好的了。9点钟来到了小城伊夫兰，中途休息。这是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中部城市，海拔1650米，风景安静优美，是摩洛哥最欧化的城市，也是滑雪胜地，有小瑞士之称。我们现在行驶的地区是摩洛哥的中阿特拉斯山脉。中阿特拉斯山脉全长350公里，最高点海拔高度是3340米。行驶中看到路边有一些破烂的房子，导游说这是一个波柏尔人的部落，他们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泊。往来的司机会经常给他们留一些食物等等。山地有些荒凉，路在裸露荒芜的大地上向前延伸。远方白雪覆盖的山峰在阳光下有些刺眼，和眼前这一片黑褐色的大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又到了午餐时间了，今天又点了一个塔吉锅，不过这次有点特别，是骆驼肉，这是第一次尝试，有点像牛肉，还不错。这是烤鳟鱼，山区里的物价不高，加上2杯薄荷茶，一共275迪拉姆。在摩洛哥，一小杯薄荷茶不蓄水，基本上都是15个迪拉姆。眼前经过的小镇叫米德尔特，当地以生产苹果著名。中途休息，在摩洛哥上厕所一般都要收费2个迪拉姆，不强制，但大多情况下有人守着。出了中阿特拉斯山脉，在进入前方的高阿特拉斯山脉前是一片高原，它是摩洛哥的主要农业区。这是一片椰枣林，高的是熊树，矮的是枳树，树干黑黑的，那是农民为了去除病虫害故意扫。一路上有许多检查站，身着各式制服的人员检查来往车辆。导游说这些都是不同部门的交通检查。到现在一路奔波，下午5点，终于到了伊尔福德。伊尔福德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座绿洲，因其交通和食宿的便利，游客一般都会首选这里作为探访撒哈拉的门户。在这里，一部分人留下，我们呢，在这里换乘越野车，再前行40公里，开往梅尔祖卡。越野车在沙漠上颠簸着。太阳斜挂在天边，不那么明亮，但依旧刺眼。土黄色的大地颜色单调，偶尔有一棵树孤独地立在旷野中，一晃而过。差不多半小时，我们的车离开大路，转向一个山岗，大家都下了车。在伊尔福德跟小贩买了一条阿拉伯围巾，司机帮着缠了一个他们部落的样式。看来围巾加上四周的景色有点意思了。可是放眼望过去，说好的沙漠呢？原来撒哈拉虽称为沙漠，但并非都是黄沙万里、沙丘连绵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像眼前这样，是大片大片的砾石、岩石或山冈，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5色俱全。当初抱团的时候，
撒哈拉看日落是个费用不菲的选项。按介绍是乘4轮越野车到沙丘上看日落。直到我们快到伊尔福德时，导游在车上统计去沙丘骑骆驼看日落的时候，再三核实才知道，旅行团所谓的越野车沙丘看日落就是这儿。从这里下去，越野车就直接把你送到波波尔部落的营地，剩下的你只能待在大帐里过夜了。真正去沙丘看日落是额外活动，400迪拉姆一位。当时立马请导游把我们加上，费用次要，千山万水的来到了这里，差一点就越门而过，造成遗憾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差点踩进去的坑？营地附近就是沙丘，沙丘旁边一队骆驼已经等在那里。在向导的引领下，驼队在沙漠上慢慢地走着。骆驼一步一晃，骑在骆驼上像是水上荡舟，称骆驼为沙漠之舟，这就是原因吧。周围金色的沙丘，像无边的大海一样波浪起伏。驼队时而走在沙丘的锋线上，时而行进在沙丘之间的凹谷里。他们列着长队，从容不迫，一步一步在大漠里信步向前。沙丘就像一幅巨大的幕布，傍晚的阳光将驼队和我们的身影投射到沙丘上，像一幅画，一幅会动的画。眼前这片沙丘叫尔戈切比沙丘，这些沙丘高达150米，南北长约30公里，宽约5公里，位于梅尔祖卡附近，是摩洛哥最大的沙海，也是游客到摩洛哥体验撒哈拉的必选之地。我们坐在高高的沙丘上，周围是一片令人惊叹的沙海，金色的沙粒细如粉末，抓在手里便从指缝中飘出。我们在这里静静地等待，太阳逐渐变得棱角模糊，慢慢地靠近地平线。太阳的余晖开始融入了大漠，然后又消失在天边，大漠变得昏暗起来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闪耀着兴奋的光芒。当最后一缕阳光彻底消失，天空与沙丘似乎完全融入一体。这时时间、空间，一切都好像定格。尔戈切比像是一片浪头凝固、睡着了的海。一对对晚归的骆驼在蜿蜒优美的沙丘线条上静静地走着，在大漠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足迹。我们回到了营地。太阳落山后，大漠的傍晚温度骤降，大帐里却温暖如春。洗漱淋浴设施一应俱全，在干燥的大漠中畅快地洗去一天的沙尘，让我产生了错觉，这还是那个滴水如油的大漠吗？原来尔戈切比沙海下面有丰富的地下水层，这也是大自然的恩赐吧。夜幕降临了，部落里的小伙子们燃起篝火，欢歌载舞。难忘的一天在这音乐声中进入尾声。夜静了，大漠的天空一片漆黑，星星就像落在黑色丝绒大幕上的颗颗宝石，一闪一闪，格外明亮。我们明早准备早起看日出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